有一期视频呢，我曾经提过大马痴情女泪流满面的开直播向网友求救情人，到头来也只是个骗局。现在的骗子技术真的是非常高超，几乎会让你怀疑人生2016年，新加坡呢，一名44岁的女商人居然还被骗了接近100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们马上来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2016年8月一名44岁的女商人经过朋友介绍，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声称持有加拿大护照，但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李先生。两人呢，经常通过这个脸书聊天。那么在他们认识半年后呢，也就是2017年1月的时候，李先生向女商人表示，他要到新加坡定居了，并在深夜时分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Hello，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机场被关卡人员扣留了，你有办法来救我吗？我身上带着200万美金被他们怀疑我洗黑钱。那就在李先生被扣留的2个星期后呢，一名声称是联合国官员的男子联络上了女商人。喂，请问是谁吗？你是李先生的朋友吗？这件事的程序太复杂了，需要你亲自来吉隆坡跑一趟。就这样，女商人不疑有他，真的坐了飞机去到吉隆坡。而那位联合国官员呢，就带着他去到一间有模有样的办公室，让他亲自检验一箱200万美元的现钞。经过亲自的验证，女商人真的相信了这一切。在接下来的3个月，她1周2次前往吉隆坡或者是新山掏钱帮李先生脱身，最终她一共为这个李先生支付高达80万美金的款项。那除了这些伎俩以外呢，联合国官员还很高科技的亮出虚假的银行网站，让他信服李先生的银行户头有500万的存款，以博取他的信任。联合国官员还向女商人表示，他们必须要有2张证明书来帮忙李先生脱困，而每张的费用是20万到30万美金。由于整个骗局呢环环相扣，难以看出其中的破绽，并且女商人也相信这位李先生是有足够的能力还钱给他的，因此一直缴付这些费用，一直到2017年的5月。女商人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，根本没有能力再替李先生支付任何费用时，联合国官员则声称：那没办法了，你无法缴付全部费用，那李先生将被遣送回加拿大。经过这最后一次的对话后，李先生和联合国官员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。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女商人所付出的款项也无法讨回，她才惊觉自己被骗上当了，立即报警，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名60多岁的女商人，在2016年于脸书上认识了一名40-50岁的这个洋人男子。对方不但主动加他为好友还对他甜言蜜语，一直叫他宝贝甜心，让他仿佛置身于梦幻的恋爱中。那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呢，对方就说工作出了问题需要借钱周转。女商人通过银行转账转了12万元后呢，对方总是有借口不还钱。这时女商人才惊觉事情不对劲，因此呢，直接关闭了这个脸书账户的。后来由于工作需要，女商人再次启用脸书。同年的11月，又有一名40来岁的男子主动加她为好友，并自称是韩国人。他表示，这位韩国男子向他哭诉女友劈腿，伤心欲绝。先是利用这个感情问题来博取女商人的这个信任，再向对方借钱。不但如此男子还表示他住在新加坡，但有一项500万元工程在马来西亚，因此暂居那里，还说会找机会来新加坡与他碰面。
岂料啊，男子从2017年的2月开始，便向女商人借钱，说是工程出问题需要资金。从一开始的5000元到之后的3万元，男子一共借了20万元呢。女商人还伟大到向自己的客户、好友，甚至向借贷公司借钱，可想而知，最终的结果是为了这段虚幻的爱情，女商人让自己欠债累累，还走上了不归路。小南想说，网络上所认识的人确实可以变成朋友，或者发展成为恋人。网恋没有不靠谱，不靠谱的一直以来都是人。有些人披着这个善良的外衣，其实内心正在盘算着如何把你的钱骗到手。有些人嘴上不饶人，但是内心其实是个乐于助人的好人。现今随着网络与科技的发达呢，骗子的伎俩更是提升了不少。近年来啊，网络爱情诈骗的案例也一直在不断的增加，并没有下降的迹象。小南真心希望大家可以戴眼识人，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让这些骗子夺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现在呢，我刚下班，所以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塞车哦。最近的疫情啊，越来越严重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的话，尽量就是少出门啦，要戴好口罩。即使有事情要出门啊，也一定要严格遵守 SOP 哦。好的，唠叨完，说回正事，就是近这几期小南的选案影片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收音的那个质量有比较好呢？如果是发音问题的话呢，还是要给一点时间我去继续努力改进的啦。因为现在也是戴着牙套维持器的关系嘛，所以呢，有些咬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标准啦。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哈。还有一些观众也是觉得我的语速比较慢的话呢，那你们就可以调快这个影片的速度啦。OK，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